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父子狙击手案。当时美国为了破案，出动了华盛顿地方警察、联邦调查局侦探、司法部特工、烟酒和火器局探员，甚至还有保护总统的秘密特工大批人马。他们的对手不是恐怖组织，而是一个41岁的男人以及一个17岁的男孩。2002年9月5日的美国克林顿餐厅老板保罗结束一天营业，带着笔记本电脑和3500美元现金准备开车离开。就在他刚上车时，左边一个人影飘过，对他连射6枪，并抢走车上的公文包和笔记本电脑。目睹全过程的旁边餐厅员工拨打911报警，警方判断这是谋杀抢劫案。6个星期后，死者公文包在附近树丛被发现。10天之后，当地发生第2起枪击案，男子拉希德在锁门时被陌生男子射杀，凶手同样是一个年轻男子。9月21日，枪击案再起，24岁教师克劳迪娜遭遇枪杀。他向警方表示，中枪后看到一个苗条黑人男子站在身旁。警方追捕凶手过程中，发现一把左轮手枪，子弹口径和前面2个遇害者相同，并成功在现场提取到罪犯指纹。1个月的时间发生3起枪击案，这个频率连美国人都被吓到了。虽然大多数人家里都有枪，但却无法随便持枪出门。最让人害怕的是在背后开冷枪的人。在第3起枪击案后，华盛顿当地居民屡屡遭遇枪击，大多数受害者连子弹是来自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因为根本没有人走过来对自己开枪。从2002年9月21日到10月22日，华盛顿一共有13人遭遇枪杀，只有2人幸存。遇害场所包括停车场、加油站、邮局、公园、公交站等等。凶手根本不给警方任何喘息机会。一时间，华盛顿乃至美国都人心惶惶，很多居民不敢出门，生怕下一个中枪倒地的就是自己。A man has been killed in front of me. October 2002, a ruthless killer stalked the Washington, D.C. area. He only needed a split second and he could take them out. He murdered random victims. White people, black people, young, old, children. And then he vanished without a trace. How do you find a ghost? Millions were held hostage. I felt like the water was over my head. By the sniper's high-powered rifle.The killing spree shocked the nation. People like this exist in our world. And set off the largest manhunt in American history. 交叉对比12位受害者后，警方发现受害者没有明显联系，唯一共同点就是集中在华盛顿。警方调集各路人马对案发现场分析，寻找目击证人。他们发现凶手开始使用狙击步枪射杀，这增加警方破案难度。为此，当局联合各路人马组成精英专案组，但迟迟没能抓住凶手。同时，媒体利用该话题大肆渲染案件，提高报刊销量。每发生一起枪击案，警方接到的群众电话都会疯涨，甚至1个小时多达数千个。专案组的近1000名成员24小时接听，调查人员在拥挤的指挥部分析各种线索，但90%的线索都毫无用处。例如，有个报案人向警方举报他的邻居。报案人表示，邻居是个牙医，但很喜欢玩枪。起初，警方认为这是条没有价值的线索，可第2天，离牙医45分钟车程外的地方发生了枪击案。警方立马搜查牙医住所，在他汽车行李箱发现一把可疑步枪，诊所里面还有一张标识枪击案的地图。但排查一圈后，发现牙医有明显不在场证明，弹道测验表明子弹并非来自牙医所持枪支，很多调查资源就这样被无奈浪费。警方知道破案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归现场，从现场寻找直接证据。在9月21日枪击现场中，警方从一把手枪和一本说明书中提取到嫌疑人指纹，指纹主人是17岁少年里马尔沃，家住华盛顿州贝林汉姆镇，案发时正面临非法移民指控，曾在救济所居住。走访调查中，41岁的约翰·穆罕默德男子引起警员注意，马尔沃和穆罕默德都在救济所居住过。救济所工作人员表示，这2人关系非常亲密。穆罕默德甚至把马尔沃称为继子。从外貌上看，2人的确有几分相像。另外一边，穆罕默德一名战友还表示，2002年，穆罕默德曾向他展示一把半自动步枪，
步枪配有远距离瞄准镜，子弹口径和枪击案中的223口径一样。穆罕默德甚至对他说：“你能想象出这家伙装上消音器后的威力吗？”起初战友没太在意，毕竟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讨论武器装备实属正常。直到警方这么一问，他才感到事情不对劲。同时，穆罕默德邻居也证实自己有人在试枪。FBI 在院子里找到遗留的子弹壳，顺着这条线索，警方还发现穆罕默德名下有辆老雪佛兰轿车，车牌号是 NDA21Z。案发至此，调查人员将主方向改为搜寻穆罕默德轿车。在发现车辆线索后，高层人员一直反复讨论是否公开嫌疑人车牌信息。反对派认为，一旦公开，凶手肯定会弃车逃跑，唯一有价值的线索会付之东流。赞成派则认为，公开凶手车牌号，利用群众力量，可以最快时间内抓住凶手，降低受害人数。当局进退两难，直到午夜，穆斯局长召开记者会，表示正在追捕穆罕默德和马尔沃，但并没有公布嫌疑人车辆线索。但车牌线索已经用无线电秘密通报给各个巡警。实际上，这个方案非常巧妙，将嫌疑人身份信息公开，可以警告凶手，大家都知道凶手是你，所以你的日常活动必须保持低调，同时又不会让凶手更换车辆继续作案。可即使如此，警方依然没找到凶手车辆。但事情就是这么巧，一个在70号洲际公路休息点的卡车司机更换频率收听广播时，无意中在听到警方描述凶手蓝色轿车信息，他向车外瞥了一眼，结果刚好发现那辆车辆就停在那里，时间是半夜12点54。第一名警员到达后，他和卡车司机悄悄用车堵住休息点出口。2个小时后，突击队抵达现场，当时马尔沃和穆罕默德恰好在睡觉，这才被警方成功制服。警方发现穆罕默德改装了车尾，在上面留了个位置，每到一个地方就把车停好，然后自己躲在车尾箱里枪击路人，还把17岁的马尔沃训练成狙击手。根据警方资料，穆罕默德原名威廉姆斯，3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父亲不辞而别。童年时和年迈的爷爷以及姑姑生活在贫民窟。童年时期的穆罕默德性格暴躁，无心学习，游手好闲。成年后参加美国国民警卫队，但因违背命令被处罚。此后加入美国陆军参加海湾战争。他的军事长布伦特森表示，穆罕默德目无纪律，总喜欢和你对着干。当布伦特森看到穆罕默德被警方通缉后，他一点都不吃惊，因为参军时穆罕默德的枪法在队里数1数2，堪称神枪手。退役后，穆罕默德开始尝试做生意，第一次是在华盛顿和别人合伙开办武术学校，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斯多泽尔和穆罕默德冠军队有限公司。但没过多久，学校就倒闭了。周围人透露，穆罕默德有几段失败的婚姻，他曾打电话威胁离婚妻子。果然，在2000年时，穆罕默德带着他们3个孩子突然消失，但不到1年，穆罕默德又回到华盛顿，因为他无法养活3个孩子，4人只能待在救济所。孩子母亲知道他偷走孩子后，因为失眠和营养不良住进医院。最后3个孩子被送回到妻子身边，穆罕默德的孩子探视权随之被取消。马尔沃似乎很喜欢穆罕默德，还称呼穆罕默德为父亲。此后2人开始狙杀计划。实际上，如果不是穆罕默德故意泄露线索，恐怕警方需要很长，甚至永远抓不到他们。概括来说，警方破案的关键在于1张卡片、2封信件和3个电话。10月7日，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1张卡片，上面写着“警察先生，我是上帝”。10月19日和22日，警方在现场发现2封恐吓信，背面写着“警察先生，叫我上帝吧”。信中要求警方将1000万美元汇入1张过期的信用卡账号，并按照信中密码重新启用信用卡，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最后，以你们的孩子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安全。警方的确向银行卡存入1000万美元，但设置每天只能取1000美元。后来，警方在数以万个电话中发现3个很可能是来源于穆罕默德的电话。这些卡片、信件以及电话结合之前的枪支指纹以及周边口供，警方确定穆罕默德和马尔沃就是凶手。从10月2日到24日，华盛顿乃至全美的民众都经历了过山车的情绪变化。拨算惊吓的华盛顿居民总算可以安心出门。正如当时报纸标题所写，感谢上帝，
这一切都结束了。Sorry to keep everyone waiting tonight. The search of the vehicle today yielded a weapon, which is a Bushmaster XM-15 .223 caliber rifle, which was sent to the ATF lab in Rockville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forensic testing are that the weapon seized from the vehicle, occupied by Muhammad, has been forensically determined to be the murder weapon in the shootings. 但在庭审中，美国当局对是否判处17岁的马尔沃死刑引发极大争议。至于穆罕默德，他在2004年3月被判处死刑。有人会问，这家伙好端端的，怎么就成为连环杀手呢？有因必有果。穆罕默德在很小时候虚荣心就非常强，他爷爷把他称呼为州长。当他回到老家时，不停炫耀自己，对亲戚说自己在一家移民进口公司工作，专门帮助那些遇到麻烦的美国人进出美国。当时亲戚看到穆罕默德穿着光鲜艳丽，还信以为真。可实际上，屡次遭受婚姻失败、商场失败的穆罕默德，逐渐对社会形成报复心理。他渴望有幸福的亲情，希望从妻子马尔沃身上得到情感慰藉，但同时也因为战争带来的杀戮训练，让他把狙杀过程中带来的猎杀动物成就感加在缺乏判断力的17岁孩子身上。